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吴磊的大胸加8块腹肌爆火，网友：我去，弟弟变猛男，这是什么中二少年时刻？前几天，吴磊的 vlog 爆上热搜，起因是某天半夜2点，人在家中的吴磊惊醒，去看日出，于是整装待发，搬出他的机车就上路了。一路经历了迷路、爬坡、汗流浃背，被热心大爷骗上山，终于看到了雾霾版日出。然后他回城叫了个货拉拉，还自配 BGM， 生活是一团麻，人称团麻哥。于是，在寒冷的北京黎明，一位少年完成了他的一时兴起，有种该死的浪漫。热搜说吴磊还是太全面了，台上是光芒万丈大帅哥，私下是个魅力四射小家伙。谁能想孩子现在已经长这样了？吴磊，一款光靠骑车也能制霸热搜的男孩，更是室内娱童星长大的理想模板。很少有艺人像吴磊一样，仅仅做自己热爱的事就受到万千喜爱。从2022年起，他将自己的每一趟行程拍成 vlog， 取名岂有此理。顾名思义，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综艺，而他本人是导演，从想法实践到呈现，都是个人操刀。没看过吴磊骑行的人，就等于不认识吴磊，因为你能看到他镜头下辽阔的美景，心驰神往的男孩，每一个瞬间都是满满的少年感。风餐露宿，孤胆英雄在这一刻具象化，裸身骑车这一幕，十足的电影感，带着原始的野性的澎湃。说起来，现在的吴磊只要略施小计，就能引来万千梦女流口水。吴磊除了骑行，可以说没有其他癖好了。试问，谁经受得住穿浴衣大露美胸的他，正在直勾勾盯着他心爱的车？不得不承认，他看车的眼神比看对象还撩人。更绝的是，别的爱豆在摄影棚拍各种精美大片，而吴磊在摄影棚搬出了他的车，化身车间最帅修理工。谁懂这种荷尔蒙？有种吴家少年初长成的威猛，和他奔驰的骏车像疾风一样。尤其是当这个少年在俊朗和威风中带着一点好笑。不瞒大家说，我看吴磊的 vlog 主要也是看看他又出了什么糗。2022年，吴磊因剧组转场突发奇想，独自骑行120公里，从泉州到厦门，全程仅带一台运动相机。结果这段粗糙的影像吸引了上千万人围观。少年信心满满出发，然后被缺德导航带到了各种旮旯角。好不容易被好心大娘指路，好了，又进来死胡同。千辛万苦骑到了晚上，终于能歇一会吃点东西了，正在打卡拍照呢。转头一看，背后是晋江人民政府，慌得他赶紧收拾东西走人，赶紧走，不要影响市容。怎么会有这么憨、这么有素质的帅哥？最好笑的是，网友说他是真晋江在逃男主，让晋江赶紧把他抓起来。他真的很真实，别的明星去央视，各种保姆车接送，他呢，骑着车就去了。看吴磊的 vlog 真的是一部好笑的公路喜剧。骑下坡路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的；到了上坡的时候，表情是这样的。偶尔骑车5分钟，拍照半小时，吴磊不准演我。最好笑的是，他中途遇到骑行的同好，坐在一起聊天，加了微信，展开了如下对话：哥，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，我叫吴磊。骑累了坐上货拉拉，手里捧着馕的样子真的太好笑了。关键是这一切他不仅要自己拍，自己找机位，架摄影机，真的能想象他一天到晚有使不完的牛劲。作为路人，隔着屏幕能感受到他的热爱与真实，真实到他上一秒还在感叹大自然的美丽，下一秒听到湖水深92米，立马收起来小手。大半夜独自在野外搭帐篷，
说幸好我还带了书，下一秒就睡着了。所以，哥，书的主要作用是催眠。吴磊真的具备各种野外生存技能，就是实践比理论难多了。吹睡袋，说要用奇形之力吹起来，但吹了半天，把自己整越了。这还没完，第二天醒来，帐篷被吹跑了。吴磊，我的家。后来，他奇形的事迹广为传播，一路上更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偶遇。有人开着车看着他在后面扑哧扑哧骑，一边冲他喊：“吴磊加油！吴磊，哥们，我快累死了。”有时候他还化身热心群众，冲开车的人喊：“不要压线！”回去后他说他一天接待了不少游客。总之，骑行让很多人看到了吴磊阳光开朗的一面。人民文娱锐评岂有此理，是娱乐圈的活着，而吴磊大抵就是我们说的内娱活人。当然，喜剧片段只是吴磊骑行的插曲，更可贵的是，他将自己的骑行生活拍成了电影。吴磊俊朗阳光的外形与浩瀚广阔、山清水绿的边疆适配度不要太高。少年与雪山与草地构成了我们对自由最纯粹的向往。最初圈的新疆赛里木湖骑行，出发之前，吴磊捡了一块石头，写上了“岂有此理”4个字，以此作为起点，打算环赛里木湖一圈后再带他回家，然后就这么独自上路了。一开始天朗气清，美丽的赛湖和骑行的少年构成人间至美画面。他情绪超稳定，遇到阳光就是快乐小狗。骑到35公里时，天上飘起了雨点，之后又下起冰雹。此时的吴磊早已精疲力尽，体温骤降。他说挺好的，不虚此行了。就这个情绪管理，吴磊你是天才。熬过了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少年继续往前。环湖结束时，吴磊找到了最初他刻有标记的石头，他写下一段话：渺小的我又征服了一片大大的湖，骑着我的小单车去前面寻找我的那颗石头，好像真的完成了一场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环赛里木湖赛。虽然这么讲很自私，也很臭屁，但还是很开心的。而在千岛湖骑行的时候，他在镜头里弯腰采摘野莓，与放牛老伯聊收成，甚至因贪看落日错过驿站，最终借宿农家乐。在他的骑行过程中，能读出慢生活的治愈力。难怪看过吴磊骑行 vlog 的人都说被他治愈到，有种莫名很幸福的感觉。像他说的，骑行就是用好奇心去发现美好的过程。事实证明，骑行给了吴磊更多的选择与发挥空间。为了骑行，也为了更好地塑造角色，他长期坚持健身运动。这几年找他的角色都是运动题材。爱情而已的宋三川，吴磊研究了很多网球运动员的打法，演出了那种专业感。拍在暴雪时分，又学了台球，专业程度甚至让丁俊晖都亲自点赞。再搭配这肌肉线条，谁不迷糊？拍长歌行还进行徒手攀岩特训，剧中他单手托举迪丽热巴的场景，成了内娱男演员学习的典范。有时候，骑行不是为了赶路，而是为了感受路。这还不止呢，有网友盘点吴磊目前会的运动有：潜水、桌球、骑马、篮球、击剑、跆拳道、羽毛球、网球、射箭、跑酷、帆船、游泳、冲浪、足球、电竞，真的是天选大男主。其实很多人忘了，吴磊他3岁开始工作了20年，却依然有种不属于娱乐圈的清澈。骑行也好，出走也罢，都是他在职业以外所寻找的价值。想起何老师评价他的话，像男人一样工作，像少年一样生活。因此，他一直出发，不断寻找自己。像他在《岂有此理》开篇说的，很多旅途的意义都是在路上找到的。有时候出发和尝试不需要理由，